那鄭麗文我覺得他很好笑。你這時候看很好笑，就是說他沒有任何角色。如果你今天大度量，我今天氣度很大，我就接了，就是好，我全力支持。他硬要給你穿一個小鞋，叫做你是反獨遊，我反獨台，好像我國民黨我也扮演一個角色，我也有一個主軸，我還是把我原來的立場。可你發現完全被邊緣化，媒體把它邊緣化，黨把它整個國民黨的支持者全部把它邊緣化，沒有人在跟你講反獨台，只有大家就講反獨遊，很清楚就是蔣萬安今天這個動作，你剛剛講那個是他很明顯。我看到這個東西，以前他的個性是通常我不會動，他不但動了，他還操作了，操作了以後，他還將了這個所謂的黨中央一軍，我還刻意把這個鄭麗文給邊緣化，而且我們剛剛講，在鄭麗文講話的時候，他離開了，盧秀燕離開了，這個所謂的侯友宜本來就沒有上去，也包括這韓國瑜也都走了，讓只有一個鄭麗文孤孤單單在這個台上。確實有一群人是比較接受蔣萬安式的號召，而不是要去。讓這個活動變成是鄭麗文的成就，我覺得這個當然對國民黨來說，裡面這樣的矛盾，如果發酵，我覺得對他們所有諸侯都不見得是好事。為什麼？因為即便鄭麗文他不是一個目前看起來不是一個主要的，至少2028他不會是一個主要角色，可是有一群人會期待鄭麗文有這樣的角色的時候，裡面的那個內部矛盾發散，對蔣萬安、對盧秀燕等人。可能就會造成一種那個叫扯後腿效應。那你覺得透過這個活動或透過這個過程，真的已經很把這個鄭麗文給邊緣化了嗎？我覺得沒有到邊緣化的原因，是因為鄭麗文從來不會覺得自己被邊緣化。在725凱道反獨遊遊行之前，如果你問說蔣萬安要不要選總統，你得到的答案，或是你周邊的人一定覺得怎麼可能？因為過去的韓國瑜、過去的侯友宜，他們都是在任內的時候要挑戰總統大位，結果都是鎩羽而歸。這個等於說是國民黨的一個魔咒，也是現在縣市長的一個魔咒。你今天蔣萬安憑什麼說，如果你連任，你直接就要挑戰總統的大位？但是到了725這個凱道反獨遊遊行之後，你會感覺到一個不太一樣的氛圍。這個不太一樣的氛圍就是蔣萬安作為藍營共主的這個氣氛越來越濃厚了。另外，你就看到本來一直在惹是生非的鄭麗文，國民黨中央整個角色完全被邊緣化。然後你也可以看到說，現在諸侯已經懂得怎麼樣去對付鄭麗文。也就是說那天非常非常的妙。鄭麗文這件事，你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他就是要當主場，他就是要壓軸。可是當他要壓軸，他要講話的時候，所有人沒有打任何招呼，沒有任何的聯絡，大家非常有默契的一個一個的離開。所以鄭麗文在最後演說的時候，旁邊一個重要的角色都沒有，代表黨中央在未來的角色已經越來越淡化，而這個是國民黨的路線之爭。另外，你再看到了侯友宜，他今天 po 了一張照片，他 po 的照片是他跟 AIT 的台北辦事處處長古立言，還有日本在台協會的這個理事長一起共遊淡水河。這些看起來沒有關係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一個方向，就是現在國民黨在轉變了。而且國民黨在轉變，非常意外的是，他跟跟美國的關係是交好的。那一個美國，我們講為什麼現在要對整個國民黨，特別是國民黨的諸侯丟出這樣的橄欖枝？而這個對於2028的總統，這個對於台灣現在的藍綠的爭議，到底有什麼樣的變化，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其實昨天725這樣的遊行看起來好像平淡無奇，可是或許它對於整個台灣的政壇，甚至對未來幾年的政治互動，它其實丟下了一個深水炸彈。好，今天呢，我們就特別邀請了對蔣萬安非常熟悉的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游淑慧，還有對現在的政治非常清楚的資深媒體人黃陽明來跟我們聊一聊。淑慧你好。嗨，大家好。好，陽明你好。寶傑哥好，各位網友大家好。好，那淑慧，今天本來之前大家沒有人在問說蔣萬安要不要選總統，可是今天這個活動比較怪在哪裡？因為你要選台北市長，反獨遊照講它是一個全國性的活動。如果你要辦這個，而且它其實某個程度來講，它是一個政治性非常強的活動。而且蔣萬安現在不只是說我現在要反獨遊行，
他現在連倒閣這2個字都拿出來了，也就是說，他現在講的話，他現在動員，他現在做的動作，已經不是一個地方諸侯的層次在做的動作，他很有意的要把自己拉高，很有的拉高，跟他過去的形象谨小慎微是完全不一樣的。好，那問題來了。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刻做這樣的動作？他為什麼在此刻？我非常清楚，這個大遊行就是他弄出來的。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刻弄出這麼大的一個遊行？坦白說，他最近的主動積極讓。即便是我們同黨的議員，我們其實也常常嚇到，就是可能有時候是透過新聞才知道啊，你主張這個啊，廢監察院啊，725在倒閣哦，其實我們都是從媒體上面才看到的，其實也蠻訝異的。我記得很有趣哦，大概去年年底的時候，大家是去問蔣萬安說你要不要選總統？那2028，但是現在大家已經開始在猜他是不是要選總統，這是不一樣的氛圍哦。去年的時候，大家還就是我們比較一頭熱，好，會一直想要去 push 他或者什麼的。但今年開始，大家已經在想說，是不是他自己或者他的幕僚已經有開始進行這樣的造勢哦？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這樣的氛圍的轉變啦哦。但我不知道說，在萬安的心裡面，他是覺得說，反正第一個選舉也需要試，2026的選舉也是要試，他自己未來也需要試，所以不用去考慮目的，就是先造勢再，先讓自己的事起來再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這樣的考慮，還是說他的幕僚跟他的團隊已經在為2028，萬一國民黨真的沒有更強的人的時候。隨時可能他會被拱上來的，因為有時候大家知道政治人物啊，有時候是你被拱上車的，你不想選，但是因為大家都說，如果你不選，你是罪人。你剛才講一個重點，就是他的轉變其實是在這半年。對，在去年年底的時候，他其實沒有這樣的一個主動，也沒有那樣的積極，也沒有那樣的強勢，也沒有這樣的霸氣，而且還拜託我們不要去談 OK 他2028的事情。可是他現在基本上，我覺得他也沒有避諱，特別講到倒閣這一，他也沒有避諱。對，那這個轉變在什麼地方呢？什麼樣的因素讓他轉變嘞？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國民党的路線問題哦，確實有被很多支持者現在有不同的看法哦，到底是要往中國大陸傾斜，還是要繼續維持？就是現在我們很多地方諸侯在做的事情就是親美啊，因為現在國民黨有一股聲音，就是跟美國的交往，跟美國的這個管道不能一直讓民進黨長期獨占啊。過去幾年，鄭麗文那不是主流。我覺得。現在還看不出來誰是主流，誰就是國民黨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主張哦。因為其實過去的國民黨，像我們的江啟臣主席，或者是說朱立倫主席，他們都是比較知美親美派的哦。那吳敦義主席當然他是比較本土的，然後這個洪秀柱主席比較是兩岸之間，着重兩岸之間。所以我們每一個黨主席其實有在立場上的轉變哦。但是現在的國民黨啊，就是其實鄭麗文主席，你說他沒有要搞這個。跟美國的關係，他也有訪問完中國大陸以後，他就安排訪問美國，他也有。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美方也有刻意去做一些差別對待啊？他就是比較捧韓國瑜。我覺得淑慧這個東西他比較不好講。我覺得這位楊明來講，我覺得美國在這上面扮演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這個有趣的角色就是很清楚，就是美國非常，因為你知道這個的變化，你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覺得所有的變化都在韓國瑜去美國。台灣的政治氛圍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韓國瑜沒有去美國之前，整個台灣的社會都認為國民黨已經被鄭麗文拉下什麼親中援美，也就是說，我現在親中的路線，甚至作為這個中國附庸的角色，我已經非常明顯的可以去看到美國是出重手哦，而且這個重手是讓鄭麗文非常的難堪，我非常的羞辱你，我把你帶到美國去之後，我跟你的行程完全沒有照着走。第二個是我答應你要見的國安高層，我一個都不讓你見，甚至我就讓你每天在那邊走馬看花，我讓一點重要的行程都沒有。可對比韓國瑜，這沒有比較，沒有傷害。韓國瑜去了以後，你就發現，我可以見到 Johnson， 我可以見到這個所謂的重要的人物，甚至我跟這個國安單位，還國安高層，我還有一個秘密的會議。我覺得美國是很清楚，美國現在所有動作，就是要把整個國民黨拉回可以是美國控制的角色。應該這樣講啦，中華民國從即便是不管是跟美國建交期間，就是說在台灣那段所謂美國駐軍保護台灣的期間，或者斷交以後，美國都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一個所謂你說盟友也好，或者說影響台灣政局的關鍵角色，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今天台灣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領袖把自己看得比美國重要的時候，美國人通常會覺得你確定嗎？他會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在那邊，他就會然後就要觀察你到底想幹嘛。我覺得不管這個跟藍的綠的沒有關係。比如說過去大家如果印象深刻，陳水扁曾經被講什麼 troublemaker， 對，麻煩製造者這件事情，後來其實實際上民進黨裡面內部他們也會有一種集體焦慮，因為當美國把你視為所謂的這個至少跟你保持距離的時候，你在很多議題上面你的空間你會施展不開身手。今天大家其實我覺得開始會注意到蔣萬安，对，然後會對於蔣萬安的一舉一動開始大家關切，因為我覺得7月25號他藍營共組的那個氣氛非常非常明顯。我雖然沒有到現場，可是我看了所有的報道，前面是非常冷淡，後面也非常冷淡，你就看到只有2個人受到了非常強烈的支持，一個是韓國瑜，韓國不用講，他是整個國民黨最有草根、最有支持度的；另外一个就是蔣萬安。你知道在民眾場合裡面，那是一個最直接的呼喊，那是一個最直接的互動。然後你誰有人氣，誰沒有人氣，在那個上面就一目了然。那之前有人跟我講說，蔣萬安慢慢變成藍營共主，我還在那邊半信半疑。可是當那個活動出來以後，他作為藍營共主的這個氣氛，真的是越來越明顯。而且你也針對這個活動寫了很多篇文章，你怎麼來看評估這個活動？應該說，我一開始理解的這個活動，蔣萬安7月17號去找黃國昌主席。去找這個鄭麗文主席，去找傅崐萁總召，就說他在串聯這個活動的過程裡面，其實在前段就是國民黨中央是沒有那麼支持的，所以真的完全都是蔣萬安在串聯。對，就是說當蔣萬安出了這一招，國民黨中央順勢接，他才順勢接，才當天下午，鄭麗文主席跟這個李乾龍秘書長出來開了一個記者會說要辦了。可是其實是蔣萬安先拋的嘛，後來國民黨中央就順勢接了這個球。那當然我覺得蔣萬安在這個議題裡面是這一步是讓很多人訝異的。為什麼？第一個是因為他時間很短，這次比去年的426更短。去年是因為在司法那個時候他們在聲援黃旅的那個過程裡面，朱立倫主席喊出那是4月17號喊4月26要上凱道。這次是7月17號集結說宣布4月26，上是9天，這是8天，所以時間更短。然後呢，而且這個議題更不政治。那本來黨中央，因為我知道在大概7月10號到15號這個區間，有一些國民黨立委就去跟黨中央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上街了？因為他們有迎接到這次所謂毒油風暴裡面有一些基層的民意就覺得。我們要訴求，要去有一些動作，黨中央沒有理他們，就是說比較消極一點。他們覺得這個議題好像大家沒有那麼有感。其實我自己的經驗，我大概在7月中那是7月17蔣萬安嘛，但7月13、14號那個時候，有藍營的朋友就說，這個油打不起來吧？對，直接，你知道，他們就是直接打槍這個議題。所以在7月17，當然你說那個吳崢跟我的那個互動裡面，包括7月17後續，我又沒有逼你喝。對，就是說那句談話是不是真的讓所謂的怒火？可是如果是一個吵不起來議題，就算他講這些話也吵不起來。所以也就表示有一些人是真的已經有很多的不滿，可是那句話把他點燃了之後，那作為一個最大在野黨，蔣萬安看到了那個所謂民怨的。那個火種隱性，那去把它點燃。我覺得蔣萬安在這一次某種程度上當然從結果論，就是他承接了這一股民怨的那個叫民氣可用的時候，他點燃了那把火。而鄭麗文因為你不是主動者，你是被動的，相對來講，在這個議題裡面，而且你又想要壓軸，可是壓軸的效果又在媒體呈現上面，你不是主角。當今天你是主辦，其實主辦是國民黨哦，然後呢？主席不在媒體上呈現不是主要的時候，蔣萬安確實成為了那一個所謂未來他在拋任何議題，他就會成為國民黨最洞見觀瞻的政治領袖。因為我看到整個過程，我覺得非常有趣，是蔣萬安是先對媒體拋這個問題，然後對議會拋出這個問題，然後呢對立法院拋出問題，等到這個社會聽到這個訊息，等到立法院已經跟他溝通過，我想他應該也得到立法院立法委員的支持，甚至我也聽到說他也跟所有的諸侯都打過電話。都搞定了，他才去黨中央講。也就是說，我今天跟你這個鄭麗文，我跟你黨中央沒一次商量，我只告訴你我要這樣幹，你自己看着辦。
那鄭麗文我覺得他很好笑。你這時候看很好笑，就是說他沒有任何角色。如果你今天大度量，我今天氣度很大，我就接了，就是好，我全力支持。他硬要給你穿一個小鞋，叫做你是反獨遊，我反獨台，好像我國民黨我也扮演一個角色，我也有一個主軸，我還是把我原來的立場。可你發現完全被邊緣化，媒體把它邊緣化，黨把它整個國民黨的支持者全部被邊緣化，沒有人在跟你講反獨台，只有大家就講反獨遊，很清楚就是蔣萬安今天這個動作，你剛剛講那個是他很明顯。我看到這個東西，以前他的個性是通常我不會動，他不但動了，他還操作了以後，他還將了這個所謂的黨中央一軍，我還刻意把這個鄭麗文給邊緣化，而且我們剛剛講，在鄭麗文講話的時候，他離開了，盧秀燕離開了，這個所謂的侯友宜本來就沒有上去，也包括這韓國瑜也都走了，讓只有一個鄭麗文孤孤單單在這個台上，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非常微妙的政治操作。不過這個我補充一下，就是說在剛才我們提到蔣萬安的那個角色的部分哦，他我覺得比較像是，因為在這前一段，你會發現民進黨在跟地方政府攻防的過程裡面，黨中央沒有出力啊，對，黨中央沒有角色。那對地方政府，對這些所謂的諸侯來講，當我今天我要處理這個事件，這個事件是我在親身在第一線作戰的時候，黨中央連後勤都沒有，對，我必須這樣講。那個時候很多國民黨連這個有本片皮是什麼都沒有搞清楚，而包括最後在凱道前一天出的這支影片，那支影片那個叫由不得你，就後來被查水表的那支所謂偽存幼萊爾校長系列的，他最後秀出來的標語不是我反獨台哦，是逼我喝毒油，逼我上街頭，而這是蔣萬安的口號，所以也就表示國民黨內確實有一群人是比較接受蔣萬安式的號召，而不是要去讓這個活動變成是鄭麗文的成就。我覺得這個當然對國民黨來說，裡面這樣的矛盾如果發酵，我覺得對他們所有諸侯都不見得是好事。為什麼？因為即便鄭麗文他不是一個目前看起來不是一個主要的，至少2028他不會是一個主要角色，可是有一群人會期待鄭麗文有這樣的角色的時候，裡面的那個內部矛盾發散，對蔣萬安、對盧秀燕等人，可能就會造成一種那個叫扯後腿效應。那你覺得透過這個活動或透過這個過程，真的已經很把這個鄭麗文給邊緣化了嗎？我覺得沒有到邊緣化的原因，是因為鄭麗文從來不會覺得自己被邊緣化，就是他是一個他一定要插一腳，他一定要搞一下。但也許他會知道說，我們是不是有一些政治誤判？如果今天他能夠反省說，在這個議題裡面，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這個議題有感，而國民黨中央是沒有接收到這樣的訊息，是被動的時候，我覺得他要重新思考了。因為我一直都認為意識形態的議題在台灣，它長期存在，但它不會是一個所謂的選戰的決戰的主軸，通常會是中間民意有感的，通常叫什麼內政議題，比如說過去講的食安、貪腐等等的，這些對人民來講，你怎麼可以拿我的錢去做什麼？你怎麼可以讓我吃不乾淨的東西？其實這個過去馬政府吃過虧，蔡政府、扁政府吃過虧。蔡政府你說有沒有吃過虧？其實蔡政府民意最低的時候，也是類似這種內政議題，而不是。其實我有不同的看法，是說，我覺得台灣各種議題它都有它爆發的能量，那只是你怎麼去設定這個戰場，去設定這個議題。那我覺得現在在這個氛圍裡面，如果你去關照台灣的話，現在兩邊極端都變少了，中間變多了。那我覺得蔣萬安在這個過程裡面，或者國民黨在這個過程裡面，它有趣的是說，他把本來的統獨議題，對國民黨非常不利的議題，然後這個議題其實是在韓國瑜去美國之後，我覺得有被消化掉。當我這個議題，當大家對於國民黨的這些政治人物有懷疑的時候，透過韓國瑜去美國，美國給他的加持消化掉之後，他開始去轉型一個新的戰場。我覺得民進黨沒有搞清楚。戰場在轉變中，議題在改變中，那所以他們還是用原來的價值、原來的路線、原來的方式。我覺得你就在這個時候，他慢慢就會吃虧。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不過淑慧剛剛講到，其實對於7125的這個活動，也不是沒有風險哦，人數是一個風險。我知道，因為你今天這麼短的時間，你要做這樣的號召，而且國民黨是沒有任何動員能力的。我那時候聽到一個說法是，當蔣萬安跟黨中央講的時候，鄭麗文只在乎一件事情：我沒錢，我動不出人。
然後呢，所以國民黨這次基本沒動人。那地方有沒有動？有，其實我聽說就動8000而已，也不多。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人是讓你們意外的嗎？這次的人數比你們想象的多嗎？然後這一次的人，剛剛講對蔣萬安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嗎？我先想講，剛剛回應一下，就是現在的黨中央，大家會看到有一些議題哦，正在學習妥協，還有正在學習接受這個民意啊。為什麼？你看，第一個軍購的時候，黨中央意見跟立委的意見是不一樣的。獨價公投的時候，黨中央一開始也是說，不需要推獨價公投，他有自己的公投議題哦。然後到這一次725，但是最後其實我們也看到哈，黨中央都有做妥協，軍購的金額妥協了。其實我覺得那才是就是國民黨跟美國的關係哈，真正改變的開始啊。有了軍購這個順利的這個妥協以後，才有韓國瑜後面受邀嘛啊。那獨價公投後來黨中央也妥協，那這一次後來黨中央725也投入了，坦白說也投入了哦。那對於人數的問題哦，其實我們一開始真的是蠻緊張，因為時間很倉促，然後又是一個大家不習慣的時間，傍晚。過去的造勢都是在下午嘛，所以一開始的時候，這個蔣萬安市長連跟我們討論這一件事，他都很焦慮。他說，很多人現在只知道725，但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來哦。所以蔣萬安對人數是焦慮。對，725禮拜6嘛的那一個禮拜3啊，那剛好市政府到我們國民黨的議會黨團來拜訪啊。前半段我們在談的是明年的市府的重大預算，希望我們支持的，因為現在是預算會期嘛。後半段啊就清場了啊，就請公務員、政務官先離開，那我們就開始討論的是725的一些問題哦。那當時大家都很擔心的就是說動員的問題啊，因為那時候還不知道黨中央到底有沒有在協助動員啊。但台北市其實也很難動員，也不需要動員。所謂動員就是你有沒有叫遊覽車？叫車。對。後來我們就討論了啊，包括說蔣萬安可能要更多曝光。去 announce 這件事情啊，比如接受專訪或者什麼，大家知道以前蔣萬安很少去接受專訪，但他那2天就連續有接受專訪，就是把這個議題再炒熱一點。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就各自回選區去啊，跟自己的支持者去 announce 啊。但是我在這個過程裡面哈，其實我對於人數，我一開始是擔心，禮拜3之前是擔心，禮拜3之後就不擔心了。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國民黨就是這樣，所有政黨都是這樣，由下而上。你如果是由上而下的活動，辦不起來的。但你由下而上，就是我們議員啊，從市長、議員，然後各自下去動啊，每一個議員，你看國民黨30幾個，光是台北市33個提名人嘛。你每一個，你好歹可以動出200-300個人以上吧。如果我選一個議員，我還沒辦法號召我的支持者啊，去這個200-300個出來的話，那我怎麼拿到1-2萬票呢？啊，所以這樣子33個議員，然後每一個300-500個，那你基本來黨中央給台北市的扣打就有了嘛。那再加上我們還有區黨部，各區黨部有在進行組織的動員，那就真的組織的動員啊。我們是訴求的動員，然後區黨部的組織的動員。那時候我記得我禮拜4吧，有去跟李乾龍副主席聊天，我就跟他講說，你給我們額度是多少？本來是1萬，後來變15000。我跟他講說，我覺得2萬都不會有問題的啦，因為我們自己接觸到很多民眾哦，他是跟我們講說會去哦。當有這樣的表達的時候，我們就比較安心。如果民眾還跟你講說，看嘛看嘛就熱呢哈我得機器啦，我得機器這種哈，你就要擔心了哦。所以這跟上一次的426一樣，上一次426是基於義憤，就是我們被欺壓、被打壓，國民黨的支持者而已。那這一次我感覺到是有一般的民眾，其實蔣萬安為什麼這一次有的事情他會跨得這麼快反應那麼敏銳其實當一個市長他有太多管道可以知道真正的民意，不用做民意調查。我們這陣子因為台北市現在營養午餐是免費的嘛，有多少家長去問學校，你的油是用什麼油，有沒有中標有多少民眾打電話到1999說，現在我們不知道餐廳，我們要怎麼知道餐廳的用油等等的，甚至連廠商都會來問，就是餐廳，因為特別是有太多餐廳了，都會來問說到底是哪幾批有問題，我不知道我用的油會不會買到有問題的。所以民進黨真的太輕忽這件。對，因為其實你執政的縣市鋪下去，你就知道說有多少類的民眾會去對這個有疑慮，所以陳其邁才會講一句話
黨中央把我們地方搞死了，因為他也是地方的縣市首長，他的所有的局處也一定是或多或少接到民眾來問、家長來問，你們需要用什麼營養午餐啊？幼兒園會來問，餐廳會來問，這一些他就知道說這個民怨或是說民眾的焦慮到底有多重哦。所以我覺得蔣萬安作為台北市長啊，他有精準的從他市政的很多管道掌握到這個，然後。但是我們比較訝異的是，蔣萬安這一次他有去外擴出去他的這個，因為他過去知道這些民意，他可能就是在市政端處理而已啊。但他這一次有去結合，嘗試的去結合立院黨團這個白營的主席，然後各地方諸侯跟黨中央，他有試着去做這種所謂連結的學習。大家好奇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做這個連結的動作？我覺得也沒有什麼時候，而是他本來就應該要開始尋找各式各樣的時間點，打造一個可以磨合的团隊。這個团队可能是國民黨，整個國民黨，他必須要，他不能太過明哲保身的吧，獨善其身。以前大家會覺得蔣萬安的風格跟這個對，跟侯友宜市長一開始一樣，就是好好做代誌，好好做市政啊。但是現在大家因為對蔣萬安的這個期待是不一樣，他自己應該也有感受到，如果他再不學習去聯合作戰的話，那你充其量就是做好一個台北市長啊。像當年大家記得馬英九，他要尋求大位之前，他是先去選了黨主席，他在市長的任內他就去選了黨主席，因為你總要開始去跨出市長角色以外的這個工作，尤其是政治性的那國民黨的其他的諸侯、其他的這個立法院才會開始習慣跟你協同作戰嘛。我覺得這是一個他本來就必須要跨出去的。好，那楊明，你也覺得今天蔣萬安的這個轉變，你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那如果之前問你說他會不會選2028，很多人都是不會。那你現在怎麼來看待他對他自己的下一步是怎麼樣打算？其實我覺得蔣萬安就預留了一個彈性，那種彈性是需要他的時候，我覺得他隨時可以上的那種感覺。甚至最近不是有一份民調說，你覺得誰最適合？因為他30%，對，他居然是國民党目前最高的。對，那當然我們一直都認為說，蔣萬安本來就是一個未來的選項，只是那個未來不會來的，在2028就被成為是這個主要的選項。對，可是這一年的變化，就最近這一年，包括盧秀燕因為沒有選黨主席的聲望下跌，對，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點。那在所謂的包括因為韓國瑜選過，他沒有選上，那他現在的聲勢有點回來的這個感覺。但是你說他要再選一次，會選得上嗎？就是黨內還是會有很多的問號。那目前蔣萬安唯一要克服的只有一點而已，那個就是過去幾次3次。就直轄市長參選都沒有，就是說所謂的在任內的參選都沒有當選。就韓國瑜跟侯友宜，還有朱立倫，就是說有3位這樣的案例，就是直轄市長代職參選都沒有當選的這個魔咒，蔣萬安要不要去挑戰他？那當然前提是他要有這個意願。目前他還沒有把意願講出，他只說我沒有想過這個事情。他目前，但是他不是說我不會參選這個事情，所以他沒有直接的否認，但是他是預留了一個，就我沒有想過，但大家都在想啊。現在很多人都在想，是不是2028是蔣萬安的時候，他沒有把那個可能性變成0。他有，也許現在是1%、2%、3%、4%，但慢慢的，你怎麼知道？到了今年底，你已經有這麼多的前車之鑑了，你有朱立倫了，你有韓國瑜了，你有這個侯友宜了。蔣萬安還可能選嗎？而且你作為一個台北市長，你剛才連任沒多久，你馬上就要去進攻這個大位，你覺得台北市民會接受嗎？對，所以這個我就覺得說，這個是一個它不是一個是非題，就不是說這樣子就一定不行，這樣子就不一定。可是它是一個選擇，比如說在這個選擇裡面，他可能會失去多少的支持，可是他可以得到更多的這個額外，也許不是國民黨傳統支持者，或者說不是台北市民。其他的縣市的這個支持者，他們會期待，蔣萬安。當然我認為這個對蔣萬安2028就上陣，對蔣萬安其實是一個短多長空。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其實以蔣萬安來講，你會發現他從2022年第一次剛選上市長，跟到現在2026，就是說進入到第4年的這個任期的時候，他的樣貌是在轉變的，包括在議會的答詢的風格。包括在一些很多市政的一些態度，
他其實是還在學習的過程。就我不認為蔣萬安已經是一個叫做所謂歷練完整成熟，這我們在看政治人物，他不是一個完成體。那在這個還沒有到完成體的過程裡面，當你去挑戰那個最大的那種所謂的檢驗的時候，他有他的團隊跟他本人有辦法去應對這樣的歷練嗎？那可是問題來了。國民黨期待那個叫做救星，他們有一個叫做誰是民族救星的那種期待。對，我都說從天邊踩着七彩祥雲而來的蓋世英雄。包括當初的韓流，包括其實侯友宜也曾經是這樣的救星的期待。那現在也很多人把這個關注度放在蔣萬安身上，但我覺得蔣万安市長他應該要先評估自己的能力有沒有辦法去應對。我覺得他的意願是最後一關啦。那如果黨內有更適合的人選，我相信他不會選。就是說，如果黨內現在有適合人選嗎？也許他們所謂有一群人就認為盧秀燕市長不錯啊。你也會發現盧秀燕市長在最近這半年，在所謂的蔣萬安壓力，我覺得某種有競爭也會有壓力，他也變得越來越台面。就是他在台面上的，以前他一定說，那我問你，你覺得盧秀燕沒有選黨主席，結果讓鄭麗文上台，這個對他在整個台灣的中間選民，或者對他整個聲勢，到底造成多大的傷害？這個對在野陣營會有落差，就是說對藍營的支持者，盧秀燕的聲望會落差，但是我覺得對中間選民沒差。你覺得沒有差嗎？沒有差，因為大部分中間選民對盧秀燕不反感，就是這個，我覺得這個從台中市的民意對盧秀燕的反應，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對盧秀燕沒有到反感，就是說至少他比如說都被什麼。在網絡上有些做他什麼迷因的什麼的，可盧秀燕至少他的目前的所謂政治人物的好感度，他沒有到崩盤。那至少說還是一個選項的時候，如果他展現出一個，比如說什麼樣的態勢，像這一次你看他很快速的就跟蔣萬安，甚至蔣萬安是說要上凱道，他是馬上召集一個所謂線上什麼縣市首長，召集縣市首長，他也有出招的不要忘記我們盧媽媽也是有出招，只是說。這一次當然蔣萬安的光環比較大，可是盧秀燕市長，我相信他還是對2028，他才是真正原本被期待去布局2028的人。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化學效應上面，會不會反而因為蔣萬安的那個叫突飛猛進，讓盧秀燕也可以變成一個2.0。是，就是說盧秀燕搞不好她的表現也會，接下來這幾個月也會是，會在那個壓力下，她都會表現出。好，那福慧，另外就是。講完這樣的轉變，跟沈伯洋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真心沒有關係。我的意思反而是這樣，你知道吧？我覺得沈伯洋的出來，會不會讓他覺得更游刃有餘、更輕鬆？現在這個台北市，大家非常好奇，沈伯洋出來了以後，對整個台北市的整個選情，到底出現一個什麼變化？我覺得他其實衝擊到新北。其實本來我是蠻看好蘇巧慧的，可我覺得現在變得有點辛苦。我覺得我一直覺得民進黨不了解台北市。对，民進黨因為不了解台北市，所以你才推出沈伯洋這樣的一個候選人。民進黨一直在覺得台北市是天龍國，台北市完全不喜歡民進黨。可是你不要忘了，台北市在蔡英文選總統的2次，他都是大贏對手。他第一次是大贏朱立倫，第2次是大贏韓國瑜，而且都是以50%多。的將近60%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比例是碾壓對手的，表示台北市民不是不接受綠營，當然是你沒有找出一個好的綠營出來。對，那我覺得沈伯洋出來，大家以為說以他的條件好像是高知識分子，可是我反而覺得他反而踩了很多台北市的紅線。對，因為台北市反制，我討厭反制的行為，任何反制你講一些笨蛋的東西，我覺得台北市人不能來了解，所以我覺得今天沈伯洋的出來反而是讓不是說自己他機會不大。第2個是我覺得他反而拖垮了整個民進黨的整個選舉結構，因為拖垮了這樣的一個選舉結構之後，我覺得讓這個蔣萬安更游刃有餘的敢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我覺得寶傑哥剛剛講了一點非常正確哈，民進黨長期都認為說台北市是偏藍營的大本營哈。但是其實不是的，他們從來不懂台北市哦。台北市如果民進黨只要推對人的話，之前他们共推柯文哲，柯文哲也是勝選，大勝。对，可是台北市大家知道，台北市是一個非常都會化的城市，也非常高壓的城市啊，市民對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是非常緊張緊湊，所以台北市民討厭對立，台北市民討厭政治人物的對立，他就覺得說。
他們只看說你做的事對我有沒有幫助，他不喜歡看政治對立啊。可是民進黨如果在台北市永遠是要去操作政治对立的話，其實他就沒有辦法獲得台北市民的這個青睞，因為台北市就經濟選民嘛，我只看你對我有什麼好處，你提出的東西對我有什麼好處，而不想看你一天到晚罵對方不對，一天到晚罵阿公啊，一天到晚罵國民党啊，然後呢，那你可以給我什麼？台北市市民是非常這個現實、經濟、理性的，然後而且他自己生活已經很高壓了，他根本不想聽政治人物每天這樣吵來吵去哈。雖然說看政論的多哈，所以民進党在台北市如果永遠都要去推這種比較政治形態的路線的話，他在台北市就很難。所以像當年蔡英文，他就比較他在選连任的時候，他後來大家看到他結合很多網紅其實他代表某一些比較正中間的年輕的沒有一天到晚在談政治，他可能談的生活很有趣的事情那他就獲得很多就是台北市民的比較中間年輕的不在乎政治的青睞。我坦白說，我覺得台北市民真的沒有那麼愛看政治對立，他愛看政治秀，可是他不愛看政治人物一天到晚沉迷在這個意識形態上面。可是民養提沈伯洋我覺得有不得不然的原因並不是說無路可走，而是有他的選擇。因為第一個，他們真的找不出人本來最好的是正副院長可是正副院長他是其實2022年他們就想找他了，但那時候他就拒絕了所以這一次他還是拒絕嘛。那王世坚他得不到這個深綠自己支持者的，所以他們沒有得到關愛的眼神，所以他們在台北市就是保小不保大。市長既然沒有機會了，但是4億元的基本盤不能崩。好，那大家知道4億元的部分就是都是自己的支持者藍歸藍，綠歸綠，就歸隊了。所以我覺得他要鞏固的是4億元的基本盤，再加上民進黨這一次是保守提名，他還比上一次少提了所以他總不能說我只剩下提24席、25席那我如果基本盤沈伯洋可以扣住3%到4%的話，那就有機會全壘打了。所以他們是2種策略，一個是提基本教義的這個市長候選人，一個是保守提名，那確保說台北市的4億元的盤起碼不要崩那剛剛前面在講說國民黨3次縣市首長都直攻大位都功敗垂成，我覺得這個還跟如果蔣萬安也要嘗試這件事我其實幾個月前受訪的時候用了4個字，後來被黨內的人說你不要再用了但我心裡其實一直是這樣想就是如果他28年就讓他去選的話，有一點像揠苗助長可是也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能打。第一個就看台灣中間選民希望政黨輪替的心有多強可能強過說沒關係他不需要當完，因為他最有可能贏，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蔣萬安的團隊有多強，這個團隊不只是市政府团隊市政府团隊是顧家，還有我們市議員這個台北市國民黨的最強戰鬥力除了立院的話，其實就在台北市的市議員。我們是不是能夠在蔣萬安如果真的要選2028的過程裡面像之前侯友宜跟韓國瑜他們基本上市議員民進黨市議員就猛攻市政盤就好了，根本還不用出動到立委，就猛攻市政盤就好了。在那個時候國民黨的市議員能不能在議會擋住這一道一道的攻擊不讓這個炮火延伸到這個市長選戰我覺得這個是蔣萬安如果要考慮2028年的時候他很重要一股助力，就是國民黨的台北市議會的團隊因為我們確實是比較悍一點在台北市的國民黨的市議員比較悍一點所以當時韓國瑜在市政上面他去選總統，他後院有着火，那侯友宜也是比如說新北市那一個幼兒園一個簡單的餵藥水都可以被民進黨操作這個1-2個月沒有辦法這個平息下來那這都考驗說未來如果蔣萬安真的要直攻的話他就要想清楚這2件事情，市政團隊跟議會團隊對要聯合作戰。好，那楊明就是我們看到現在的政治情勢裡邊的話，我覺得美國的態度非常的微妙，也態度非常有趣。我们刚才講他其實非常刻意的去壓抑或者是去羞辱這個鄭麗文。那講我覺得他其實做了一個很大的動作，他其實沒有任何必要去這麼高規格的去對待這個所謂的韓國瑜，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說，你今天我們知道他去見到了眾議院院長，眾議院院長是美國的第3把手，過去當年福特就是因為眾議院院長直接擔任美國總統的。那我要講說，美國現在其實很微妙，它在轉變當中我問一個綠營一定聽起來不爽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是美國，我是咬定了，因為民進黨非常支持我就完全支持你民進黨，還是說我要去想辦法去支持一個會支持我的國民黨？我非常現實的講說，我今天如果直接支持一個可以接受我的國民黨，那我國民黨再賴20、30，加上民進黨的40，我就是多數。我覺得對美國來講，他要台灣不是哪一個政黨，對任何政党都沒有感情。你不要相信美國人有感情，美國人沒有感情的。美國人要什麼？美國人就是你把這個島給我好好的守好，這個島不要給我做 trouble maker， 這個島好好的幫我幹好你該做的事情。那我們剛才講的这個世界其實都是一盤棋，那其實台灣也不可能避免像美國，所以說你就看到很多的單一行動背後其實是有一些氛圍正在改變啊。那所謂的風起於飄萍之間，這個飄萍正在改變。我覺得台灣的政治其實也在改變。我也希望說這樣的改變讓台灣的政治不要再這麼對立，然後大家開始去爭取中間的選民。那如果大家有這樣的覺悟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對台灣來講其實是一個好事情。非常謝謝我們今天的討論，謝謝，謝謝寶傑哥。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政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